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打磨程毅从绿皮火车到热搜的踏实逆袭之路，他靠什么？程毅的故事听起来像很多人能理解的那种，不是一夜爆红，而是慢慢把每一次机会当成练刀的机会。有人说他出身普通县城，家里曾希望他走军旅路线，有人记得他背着行囊坐绿皮火车去北京读戏，这些细节在多次访谈和校方信息里都能找到线索。问题是，他为什么能从认得的人很多，但没人记住名字，变成如今常被讨论的演员？关键就在于方法和态度，不仅是勤奋，还有把小角色当成主角来演的那种认真。他在学校和早年拍戏的那几年，靠的是重复把台词、表情和肢体在镜子前练到没有新鲜感的耐心。很多前辈都说过，台词不是背熟就完事的，知道每句话在人物心里的分量。程毅在几个花絮里也提到过自己会记拍摄笔记，会翻历史资料还原古装礼仪，会按导演和武术指导的要求反复练习打斗与骑马动作。听起来很老套，可正是这些老套的事，铺出了他能承接复杂角色的底子。起步阶段，他并不是片场里被重点照顾的新星，很多龙套和小配角看起来没有太多戏份，但每次出镜他都在做额外功课，记台词之外，留心前辈的表演细节，拍完一场会回去写复盘。有人会问，这些真的有用吗？有用，因为导演和制片会看到一个人是否认真，演员资源是靠信任积累的。把小角色当成主角来演，这句话不是口号，而是职业信用的养成方式。转折发生在几部作品接踵而来，让观众能把脸记住，把名字记住。从《诛仙青云志》里的林惊羽到《琉璃》里的角色，所谓的被宠上热搜并非偶然。更重要的是，节目以外的口碑也在变化，剧迷开始讨论他的人设塑造，媒体开始做专访，制作方也在考虑把他放到更重要的位子上。这种从熟脸到有话题的过程，往往需要一部能把演员气质和剧作受众对接上的作品。再往后，他没有停留在古装偶像的舒适区，而是尝试不同类型，比如武侠、悬疑、现代题材的转换，都能在他选择的待播名单里看到迹象。这种转型并非盲目，而是有一步步积累的逻辑，先靠稳定的基本功把人物塑好，再用不同题材检验可塑性。观众的接受速度慢慢跟上他的节奏，行业的评价也从长的像变成能演的人。圈内前辈的支持，往往能加速这种从能演到被信任的跨越。公开的花絮和采访里可以看到一些前辈对他的肯定，不只是技术上的指点，更多是做演员该有的职业态度的认可。有人愿意在戏里、戏外给机会，一方面是认可他的努力，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能把事情做到让人省心。这种被护着并不是一种凭空的优待，而是长期信用的回报。说到数据和口碑，像某些剧在播出后豆瓣评分和讨论热度能直接反映观众反馈。不要把评分当唯一标准，但它能作为观察一个演员风格是否被广泛认可的窗口。另一面，主流媒体的深度专访、剧方和播出平台的演员表，也能验证一个人是否真在这些剧里担任重要角色。写这类报道时，给出可查证的链接和时间很重要，这样读者可以自己去看原始资料，而不是只听作者一句话。很多读者会问，那未来呢？从已有的作品类型和剧方的安排来看，它更可能继续在多类型之间切换，需要情绪厚度的现代戏和要求身体能动的古装动作戏都有机会。关键还是要看接到角色后的打磨程度。资源会跟着表现而来，可如果态度变了，前面积累的信用也容易消耗。
观众也会更敏感，你是靠流量上位，还是靠演技站稳？这两条路结果很不一样。写到这里，想和读者互动，你怎么看程毅的职业路径？你觉得哪个阶段最重要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记得的一个他让你印象深刻的镜头。娱乐圈不是流水线，演员个人的职业选择和市场反馈相互作用，把这些过程放在可核验的证据里观察，才能更理性地判断一个人是否靠打磨而非靠运气。打磨，程毅从绿皮火车到热搜的踏实逆袭之路，他靠什么？在娱乐圈这个光鲜与焦虑并存的世界里，程毅的名字并不是横空出世的那种传奇，而更像是靠一双脚、一口气、一步步走出来的典型。他的故事没有惊心动魄的爆点，却有一种让人慢慢被打动的力量，一种打磨出来的存在感。从绿皮火车开始的演员梦，很多人第一次听说程毅是在《诛仙青云志》里那个沉稳寡言的林惊羽，可在那之前，他早就默默在各个剧组辗转多年。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刚从艺术学院毕业的年轻人，背着行囊坐绿皮火车北上追梦。火车的晃动声成了他通往演员世界的第一课，要耐得住漫长、孤独，甚至没人看的日子。据他的老师和同学回忆，他在校时并不算最出众的那一个，但是最能吃苦的那一个。别人下课去休息，他一个人留在排练厅，对着镜子练表情、练眼神、练台词。有人笑他太认真，可多年之后，这种被笑的认真成了他最稳固的底色。把小角色当主角演的信条，在程毅的早期履历里，有大量观众几乎记不住的角色。他演过小兵、配角，甚至几乎没有台词的路人甲。可就是这些角色，他都认真到让导演和前辈印象深刻。把小角色当主角来演，这句话他在多个采访中提到过。对程毅来说，这不是口号，而是工作习惯。他会写笔记，会在镜头外观察别人怎么走位，怎么处理情绪。拍完后，他还会复盘每个镜头的得失。有人问他，这些小角色的努力真的有用吗？他只淡淡回答一句，总会有人看到。事实证明，他是对的。导演和制片最看重的，不只是天赋，更是态度。你在一个几秒的镜头里投入的诚意，终究会成为别人记住你的理由。被看见的时刻，从被看见到被记住，往往隔着很多年。琉璃的爆火让程毅从熟脸变成了热搜体质，但真正让他立住脚的是他对角色的打磨。那一年琉璃播出后，他饰演的雨丝凤被无数观众讨论，有人夸他哭戏细腻，有人称他眼神会说话，也有人惊讶于他把一个看似单薄的角色演出了灵魂。可程毅本人却很冷静，他在幕后采访里说，我只是把每个情绪都交代清楚，不想让人物留空。这句话也让业内许多人重新认识了他不是流量小生，而是一个真正有演员自觉的人。基础决定上限。程毅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早年打下的基础功。他在多次花絮中提到，会自己查史料去揣摩角色的礼仪与动作，比如古装角色如何行礼，如何走步，如何拔剑。哪怕是镜头只拍上半身，他也会完整的走一遍动作，让肢体语言和情绪统一。他还会主动向武术指导请教打斗节奏，反复练骑马、翻身、抽剑的细节。别人眼里枯燥的旧方法，程毅一做就是10几年。他说，演员没什么捷径，只有熟能生巧。这种老派的方法，在快节奏的娱乐工业里显得格外珍贵。正因为有这些看不见的功夫，程毅在面对不同题材时才能切换自如，从古装到现代，从武侠到悬疑，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感。稳扎稳打的角色选择。
很多演员爆红之后，会立刻迎来选剧焦虑，要么被流量裹挟，要么被人设框死。但程毅走得更稳，他并不急于扩张，而是一步步检验自己的可塑性。莲花楼的成功，再次证明他不只是古偶剧中的脸，而是能让观众信服的人。剧中他饰演的李莲花，既有江湖的洒脱，也有孤独的沉稳。那种克制的表演方式，让人看到了他对角色情绪层次的掌控力。此后，《赴山海英雄志》《长安24记》等新剧的筹备，也能看出他的布局思路。题材在变，但内核没变，每一个角色都要立得住。这种慢热型的成长路径，也让他的粉丝结构更稳，不靠炒作，不靠绯闻，而靠作品沉淀。被认可的背后，演员的职业信用不是靠1、2次热搜，而是靠长期积累的信任。业内前辈常说，程毅是那种让人放心的演员。这句话的分量，不只是夸他专业，更是一种合作信任的体现。一个演员能否让导演省心，让剧组安心，是能否持续被选中的关键。在公开花絮中，也能看到许多合作演员对他的评价：不抢戏，不摆架子拍摄间隙，还在研究剧本。这种谦逊与专注的气场，让他在圈内收获了不少隐形资源。很多人以为他被护着，其实那不是特权，而是信誉的回报。你做事靠谱，自然会有人愿意再给你机会。数据与口碑的双验证，从琉璃到莲花楼，再到待播的多部新剧，程毅的作品口碑都保持在稳定区间。豆瓣评分、热搜讨论度、平台推荐位，这些客观指标都说明一个问题：观众正在从粉颜值变成等作品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主流媒体和央视平台也开始邀请他做专题采访，说明他正在从流量演员向实力演员转型。这种认可来得不快，却更牢。演员与时代的共振，程毅的成功恰好印证了一个老道理：在短视频与碎片化时代，仍有人愿意靠作品说话。如今观众越来越聪明，他们能分辨谁是真正用心演，谁只是在表演努力。而程毅的稳定输出，让他逐渐成为这一代中生代演员中踏实的代表。他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人生，却有一条清晰的成长曲线，用作品积累信任，用角色塑造口碑，用时间打磨自己。这条路不快，也不容易，但正因为慢，才更显珍贵。未来的方向，如今的程毅正处在演员生涯的关键分水岭。他既有古装基础，又在尝试现代戏、现实题材的拓展。未来他能走多远，取决于他是否继续保持那份初心，不被名气牵着走。资源会随着名气而来，但只有态度才能留住资源。娱乐圈从不缺红一阵的演员，却太少有人能一直被尊重。程毅若能持续把认真当作常态，把打磨当作信仰，那么他的舞台还远远没有到顶点。靠打磨，而非靠运气。回望程毅的这条路，从绿皮火车到热搜榜首，从没人记得的脸到被信任的演员，中间没有奇迹，只有积累。他靠什么？靠脚踏实地的准备，靠对表演的敬畏，靠不放弃每一个镜头的诚意。这个时代或许太快，但他选择慢下来，而恰恰是这种慢，让他走得更稳，也让观众相信演员这个职业依然值得尊重。